拿来吧你！后山的野山参，轮不到你一个外来的独吞。这是我从屋里拿的，不是后山采的。小陈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这老屋地基连着后山暗沟，药材能冲进来，全是沾了我们村后山的光。爸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洼地老屋本来就是村里没人要的烂地，他捡了宝，必须分我们一大半，不然直接把他老屋拆了。这是我花钱合法买的房子，看今天谁敢动我一分一毫！小陈啊，你咋想的？这破老屋谁都不要，地势最低，常年渗水，一下大雨屋里全是水，邪乎的很。就是，这洼地老屋就是个坑，傻子才买，以后有你受的。哈哈，小陈年轻人有想法。村长，我就要这屋，今天手续办完，这老屋就是我的了。真是钱多烧得慌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大傻子花500块买个常年漏水的破屋，谁不知道咱们山坳里常年下雨，这屋一到雨天就跟池塘似的，能住人吗？纯属找罪受。可不是嘛，500块扔水里还能听个响，买这破屋，纯纯冤大头，等着瞧吧！不出3天，他就得哭着搬出去。这屋子好不好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各位就别操心了，我今天就搬进来住。好家伙，这雨来的也太猛了！刚住进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，不然今晚真得泡水里了。只能先简单赌一赌。屋里有人吗？陈野哥。林婉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见暴雨声，想起你这老屋没人住，怕屋顶塌了，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谢谢你啊，大半夜还麻烦你。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会点简单修补。你扶着木板，我来固定。谢谢你啊，大半夜还麻烦你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乡里乡亲的。这屋确实破，你刚住进来肯定不习惯。差不多能挡到天亮了，你晚上小心点儿，别睡太沉。我先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今天真的多谢了。这是什么？居然是野山针，怎么会在我屋里？不能留在屋里，先去镇上药材市场卖掉，换成钱再说。小伙子，卖啥好货？野山参，拿出来看看，别是假货。就这，品相一般，年份顶多5、6年，不值钱。老板，你看仔细点，这是深山老参，几十年的货，参纹参须都在。年轻人不懂行情吧？现在野山参遍地都是，就你这货，我最多给你500块，多1分没有？500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这一株都不值5000。怎么不识抬举？在我这地方，我说多少就是多少，要么500块卖给我，要么你这货别想卖出去，我让整个市场都不收你的东西。想强买强卖没门儿，你不收，有的是人收。老板，收野山参吗？收。小兄弟看着眼生，是有山货要出手，拿出来我瞧瞧。好货，纯正深山老山参。还是老板懂行，刚才遇到个商贩，故意把老山参说成几年的，想低价坑我。那种黑心商贩做不长的，我做药材收购快30年，只认品质，从不压良心价。你这3株老山参，我给你8万，你看合理不？8万？老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不开玩笑，实打实，绝不哄你。就这品相的老山参，送到城里，一株都能卖4、5万，合理，太合理了，谢谢老板。小兄弟，以后再有这种好药材，尽管往我这儿送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老板，给我来3捆新茅草，要结实耐晒的。好嘞，修老屋顶啊，这茅草是刚到的，质量顶好，防水抗风。再拿2根短实木梁，1袋水泥，1盒大钉子，还有1卷厚防水布。买这么全，老屋破的厉害吧？是挺破的，但修修还能住。多少钱？一共280。老板，切1大块五花肉，要肥一点的，再杀1条萤火鱼。没问题，看你的架势，要好好赶上伙食啊。今天高兴，补一补。高兴好，常来啊。陈野，你给我站住！有事儿？你哪来的钱？昨天还穷得叮当响，现在买新茅草木料，还敢买五花肉和鱼？钱是哪来的？我没义务跟你汇报。你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钱是哪来的？我没义务跟你汇报。不敢说，那你就是偷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偷谁的钱了？谁知道，说不定是偷了村里谁家的积蓄，不然你一个穷小子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买得起建材、大鱼大肉？肯定是偷的。我这就去找我爸，把全村人都喊来，挨家挨户问谁家里少钱了，一查一个准儿。到时候看你怎么狡辩。王小虎，你说话要讲证据，无凭无据诬陷我偷钱，这是造谣。证据？等我把人叫来就是证据。你等着，我爸和村民马上就到，今天非得把你这小偷的底扒出来不可。你别想跑，就在这等着。大家快来看，
就是他，陈野。昨天还穷得叮当响，今天突然买新茅草木料，还大鱼大肉。他这钱绝对是偷来的。怪不得呢，我就说他一个外来的，哪来的钱修屋买肉？原来是手脚不干净。不会吧？看着挺老实的小伙子，难说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小陈啊，小虎说的是真的，你这钱到底哪来的？这事儿得说清楚，免得大家误会。误会是王小虎一诬陷我这钱是自己挣的，光明正大。挣的？骗谁呢？在这山坳里，你能挣什么大钱？不是偷的，是哪来的？你敢说清楚在哪挣的？我在哪儿赚钱没必要跟你报备，但你张口就说我偷钱，拿出证据来。谁家丢钱了？什么时候丢的？有证人还是有物证？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，你突然有钱，肯定有问题。大家快想想，最近谁家少钱了？别不好意思说，有村长在，一定给你做主。就是，说不定谁家丢了钱，没敢声张，赶紧说出来，别让外人占便宜。长贵小虎，你们别这么冤枉人。小陈看着不像偷东西的孩子，没凭没据的，别乱扣帽子。小陈，你要是真没偷，就把挣钱的路子说清楚，也好打消大家的疑虑，不然这事在村里传开，对你名声不好啊。我没偷没抢，用不着跟任何人报备。你们觉得有问题，尽管去查，没证据就别乱咬人。爸，你看他这样，肯定有鬼，绝对不是正常挣的钱。那破屋里一定藏着赚钱的门道。我也觉得不对劲儿。一个外来小子一夜之间翻身，绝不可能是运气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咱们得把他的底查清楚。那老吴肯定有名堂，只要摸清他的路子，好处绝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。蹲3天了，啥也没看出来。他就是天天修屋卖菜，关着门待着，肯定有鬼。一个穷小子买破屋都费劲，突然有钱买剪裁买肉，绝不可能是打工挣的。那你说他钱哪来的？偷、抢还是在山里挖傻了？不知道，所以才要盯。他住着破屋，后山又密，说不定藏了啥野货、值钱东西。今天我直接去问他。陈爷，挺会享受啊，天天修屋，日子过得不错。修自己房子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你哪来的钱？前几天穷得叮当响，现在又买料又吃肉，一夜暴富啊？挣来的。挣来的？在哪儿挣？干啥挣的？说清楚，别藏着掖着。我在哪儿挣钱，没必要跟你汇报。别这么小气嘛，乡里乡亲的。有路子带带大家不行？路子是我的，凭什么带你？你这态度就不对，在我们村里有好处不分享，太不地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天天来堵你们。你们随意。来了，今天直接碰瓷儿，看他慌不慌，露不露馅儿。能行吗？别反过来被他抓住把柄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走路不长眼啊！撞到我了，疼死我了啊！我离你还有2步，根本没碰到你。没碰到，我膝盖都青了，你肯定撞了我，不然我怎么会摔？就是你走路那么快，肯定撞到小虎了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别想赖账。碰瓷没用，我没碰你。你不承认是吧？行，我报官，让工作人员来评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跟我去派出所。你报，我不怕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随便。要我赔钱，拿出证据，伤在哪，怎么撞的，有证人吗？我就是被你撞了，没有证据就是敲诈，再闹我也报官。你这是干啥？人家好好走路，离你那么远，怎么会撞你？别碰瓷儿了，别欺负外来的小伙子。行，今天算你厉害，这事儿没完。这小子太稳了，一点不慌，肯定藏大事儿，必须再想办法逼他。你们说怪不怪？陈野刚来，穷得叮当响，买个破屋都费劲儿，现在突然有钱了。修屋买肉，出手大方得很。是啊，来路太可疑了，又不打工，又不种地，天天待那漏水破屋里。我怀疑他干的不是正经事儿，说不定是在山里搞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也有人说他那老屋邪门，以前就没人敢住，他住进去反而发财了，说不准沾了啥不干净的东西。别乱说，老屋就是旧了点，爱信不信，反正怪得很。乱说，你见过谁住漏水洼地发大财的？正常人谁买那地方？他肯定有秘密。就是他越藏着掖着，越说明有问题。真有这事儿，成了，慢慢转。爸，流言放出去了，大家都开始怀疑他了。他要是心虚，肯定会急，会解释，一解释就容易露馅。他越是不解释，越稳，越说明他手里攥着一个绝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别急，先慢慢试探。他住那老屋靠近后山，早晚要露出破绽。要不要我晚上再去他屋附近蹲一蹲，看他半夜有没有偷出去？可以，别被发现就行。看他是不是半夜进山，是不是藏了东西。明白，我今晚就去。这小子肯定有鬼，半夜肯定要偷出去，要么进山挖宝，要么藏东西。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？平时正常人早睡了，他不会在屋里藏东西吧？又下着破雨，看来他今晚不出去了。
白蹲了，一夜没出门，也没进山，邪门啊！怪了，他一夜没出门，灯灭了就没动静，不像出去过。没进山，没出门，他就在屋里，也不知道在干啥。更不对劲儿，正常人住这破屋，夜里漏水，潮得很，早住不惯了。他偏偏住得安稳，还越来越有钱。我也觉得邪门，要不我找个机会，等他出门，偷偷溜进去看看。可以，小心点，别留下痕迹。明白，我就等他白天出门，直接摸进去。出门了，天助我也！这么空，东西不多，不像这么大件啊。奇怪，啥都没有。他钱哪来的？这破水坑常年是水，能有啥？野山参。老屋漏水，地基连后山，药材是从这水坑里冲进来的。原来秘密在这儿，不是进山挖，是后山的水把宝贝冲进他屋里。陈爷，你藏得够深啊，可惜被我撞见了。爸，查到了，我知道他怎么发财的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他屋里墙角有个水坑，后山暗沟连通他屋，暴雨一冲，野山参、石斛全顺着水冲进他水坑里。他不用上山挖，等雨停捡就行。好家伙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哪是破屋，简直是聚宝盆。就是他天天捡宝贝，我们啥都不知道。现在被我撞破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好办，这暗沟后山都是村里的，这好处该归村里，也该归我们。这样，你先别打草惊蛇，先去把房子给收回来。陈爷，在这偷偷摸摸修啥呢？修我自己的房子，和你有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这老屋建在山坳最低处，地基连着后山暗沟，天天往地下试水，把村里的地脉都弄坏了。我爸说了，这老屋影响村里风水，你必须搬走。就是，山坳是村里的公共地界，你一个外来的站着不说，还搞得到处渗水，万一哪天暗沟堵了，大水冲了村子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第一，这老屋是花500块跟村长签了正规合同买的，不是公共地界。第二，地基渗水是老屋本身的构造，几十年都这样，我买之前就存在，跟我没关系，更谈不上弄坏地脉。我不管什么合同，这老屋是村里的，你必须搬走，不然我天天来闹，让你修不成房子。王小虎，你再擅自闯进来闹事，我直接报警，告你私闯民宅、寻衅滋事。你别吓唬我，我爸是村长，我怕你。小虎，要不先算了，他手里有合同，咱们硬闹也占不到便宜。算什么算？这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在这待不下去。不对劲啊，今晚雨这么大，后山暗流应该很沤，怎么水坑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有人动了手脚，肯定是把后山暗沟通往老屋的入口给堵了。王小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就是路过躲躲雨。路过，躲雨需要堵暗沟？这就是通往我老屋水坑的暗沟入口，你把它堵死，是不是想让药材冲不进来，断我的路子？是又怎么样？这暗沟是村里的，我凭什么不能堵？谁让你独占好处？捡宝贝不跟村里分，我堵了他，看你以后还能不能捡到野山参。王小虎，你真够无耻的！这暗自然通向我的老屋，我买了房子就拥有这里的使用权，你私自堵暗沟，破坏我的东西，这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。哼，坏了又怎么样？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有本事去告我呀！我爸是村长，你告到天边也没用。你以为仗着你爸是村长就能无法无天？今天你堵了暗沟，我可以自己挖开，但你记住，再有下次，我不光要报警，还要把你和你爸贪财算计别人的事儿全捅到镇上去。你别嚣张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赌一次我清一次，只要我在这老屋一天，谁也别想断我的财路。各位乡亲们，大家都被陈野骗了。他那山坳老屋根本不是普通破屋，底下连通后山暗沟，后山的野山参、名贵药材全顺着暗沟冲进他屋里了。他天天捡宝贝发大财，却瞒着我们所有人独占好处，可不是嘛？这小子刚来的时候穷得叮当响，买个破屋都费劲，现在修屋买肉，出手阔绰的很，全靠偷捡村里后山的宝贝。后山是咱们村的命脉，药材也是村里的资源，他一个外来的凭啥独占？太不地道了。就是得让他分好处，不然太不公平了。大家安静。陈爷买了老屋没错，但后山资源属于集体，他靠村里的资源发了财，不分给仓的人，确实说不过去。我看这事儿得让陈爷给个说法。大家看，他又在晒宝贝了，这些都是后山的药材，全被他一个人占了。小陈啊，
乡亲们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后山资源是村里集体的，你靠暗钩捡药材发了财，独吞好处，确实让乡亲们心里不平衡。我看这样，你以后捡的药材分村里6成，剩下4成归你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不然乡亲们闹起来对你也不好。分6成，村长，你这话就太可笑了。第一，老屋是我合法购买的，暗钩连同老屋，药材是暴雨自然冲进我私人领地，不是我去后山偷采，跟村里集体资源没关系。第二，我捡的药材是我自己的机缘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在我们村里吃我们村的水，种我们村的地，发了财就得孝敬村里，你不分是吧？今天我们就把你老屋封了，谁也别想住！疯了，把他赶出去，不能让外来的占我们便宜。长贵小虎，你们别这样，小陈没偷没抢，药材是冲进他屋里的，凭什么逼他分？太欺负人了！是啊，都知道后山有野参，你们想要去后山挖呀？谁不知道那后山难进？要是好挖，我们早发财了。现在老天赐给个下雨，赐给我们村的药材，凭什么让他一个人占着？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药材我1分都不会分。谁要是敢封我房子，赶我走，或者再像王小虎那样偷偷搞破坏，我不光报警，还把你们仗势欺人、抢取豪夺的事直接举报到镇上，让镇政府来评评理，看看是谁不讲理。大家别被他吓住，他就是装样子。小伙别闹了，真闹到镇上，咱们理亏啊。小陈啊，别生气，乡亲们也是一时糊涂，这事儿我们再商量，再商量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要么现在走，以后别来骚扰我，要么咱们就去镇上说理。爸，就这么算了，太便宜他了。不能算，这小子油盐不进，还敢跟我们硬刚，普通办法没用。村长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天天捡宝贝吧？硬的不行，我们来软的。他不是靠暴雨冲药材吗？我们就从后山动手，悄悄改一下暗沟的走向，把药材引到别的地方。好主意，爸，还是你厉害。咱们这就准备，我就不信还搞不定一个外来小子。就是，咱们慢慢来，早晚让他栽跟头。明晚有事吗？陈野哥，我刚在村口听到大家都在说老屋水坑的事了。猜到了。他们说要让你分好处，会不会为难你啊？那些药材是暴雨冲进你屋里的，又不是你去后山抢的，凭什么要分给他们？这段时间，我把药材卖到城里，攒下了一大笔钱，足够干一番大事业。我不想一个人闷头发财，也不想跟村里人一直僵着。后山这么大，除了冲进我屋里的这些，还有数不清的野生药材、山货，只是没人懂门路，没渠道卖出去。我打算开一家山货药材收购站，就在咱们村口，专门收村里人的野山参、石斛、金线兰，还有各种山珍干货。我来对接城里的大药房、酒楼、收购商，统一包装、统一出货，卖个好价钱。开收购站，你真要带着大家一起干？我一直觉得后山宝贝多，就是没人带路子，烂在山里太可惜了。这样一来，后山的资源就能真正利用起来，不是我一个人捡水坑里的，而是全村人一起靠后山挣钱，一起发家致富，不用眼红我，不用算计我，大家踏踏实实干活，本本分分挣钱，多好！大家安静一下，今天陈野哥把大家叫来是有正经事要说。大家都知道我老屋水增能冲来药材，也知道这段时间我靠这个挣了钱。但今天我不想谈私藏，不想谈争抢，我想谈一起挣钱，一起把日子过好。一起挣钱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在城里对接好了大药房和药材商，价格比镇上小贩高2倍以上。但后山这么大，好东西太多，光靠我一个水坑捡太浪费。陈野哥打算在村口开一家山货药材收购站，他出钱租场地、买设备、跑渠道，大家负责上山采野山参、石斛、金线莲、菌菇、笋干，按质论价，当场结账。绝不压价，绝不拖欠。真的，按质论价，当场给钱。要是真能卖高价，谁不想多上山干活？小陈，你这话当真？不是耍我们？村长，我没必要耍大家。我一个人捡药材，挣得再多，在村里也站不稳。只有全村一起富，这路子才能长久。你是村长，这事儿成了，也是你政绩。以后陈野哥跑城里谈价格，维护客户，我留在收购站帮大家登记、称重、验质、结账，账目全公开，绝不搞小动作。这好事儿，我第一个参加。我也干，以后不用眼红谁，自己采自己挣。暗沟主干通我老屋水坑，上游有好几条小岔沟，平时水少，暴雨时会分流，很多药材被冲到别处，冲散冲丢了。是这个理儿。以前大雨过后，山脚脚下沟口到处都是断根药材，没人捡都烂了。我想稍微改一改岔沟走向，把几条主要岔沟的水往主干引，往老屋水坑方向汇，不是破坏，只是顺势疏导，让更多药材冲进水坑，不浪费。改道会不会把别处淹了？不会，只改浅沟，不挖深沟，不改变整体排水，只是集中水流，集中送保。行，这事儿利大于弊，不破坏山体，不影响排水，就按你说的来。爸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改道都往他老屋引？好处全让他占了。我知道你不服，但白天那么多人在场，他说的敞亮，村民都听他的。我硬拦，反而显得我小气，私心重。他嘴上说带村发财，结果改道还是往他水坑送宝贝，这不还是他占便宜吗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这小子精得很。所谓疏导，就是把更多药材送进他屋里，我们只能分点上山采的小钱，大头还是他的。就是，
凭啥他一个人捡现成的？咱们村的暗沟后山，凭啥给他当聚宝宝？急什么？这事儿我早就想到了。啥？你以为我以前没琢磨过暗沟的事儿？早年暴雨后，沟口到处都是冲下来的药材，我就想过把水流引到村里，弄个集体水坑，大家分。只是怕破坏山体，怕山洪，一直没敢动。对呀，这事儿你早就想到了，凭啥让他捡现成占好处？所以不能让他顺顺利利把道改。他想引向老屋，我们就搅黄；他想当好人，我们就拆台。怎么搅黄？白天大家都同意了，硬反对肯定不行。表面同意，暗地里动手脚。改道时故意把岔沟往别处引，别全流向他老屋，就说怕山洪，怕烟蒂，安全第一，村民肯定信。到时候药材冲得乱七八糟，他捡不到多少，我们再提议建集体水坑，全村平分，好处就回来了。高，爸，你真高，就这么干，凭啥便宜他一个外来小子？大家注意，咱们只修浅沟，顺山势，把水流往主干引，最终会到老屋水坑，不挖深，不堵水，安全第一。每条岔沟只改弧度，不改变整体走向。完工后检查3遍，确保不积水、不塌方。等等，我有话说。改道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能只听陈野一个人的，安全最重要。万一引不好，山洪冲下来淹了农田，冲了村子，谁担责？我说的也有道理，安全确实不能马虎。是啊，万一出事就麻烦了。小虎考虑的周全，后山地形复杂，不能只图眼前好处，不顾全村安危。我看有些岔沟不能往老屋引，得往村外荒坡引，分散流水，防止山洪。村长，往荒坡引，药材全冲没了，疏导还有什么意义？意义就是安全。你只想着自己捡药材，不管全村死活，太自私了吧？陈野哥不是自私，我们做过规划。引向老屋是最安全、最省工、药材回收率最高的方案。你一个小姑娘懂什么？安全第一，必须听村长的，就这么定了。主干引向老屋，2条最大的岔沟往荒坡分流，安全最重要，出了事谁都担不起。听村长的，安全要紧。对，别冒险。果然是昨晚密谋好了。如果我当着全村的面应你，只会落个自私自利、不顾全村安危的名声。行，按村长说的来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药材冲散冲丢，别怪我没提醒。放心，真冲没了也不用你负责，大家自愿的。陈野哥，他们故意的。我知道，让他们折腾。完美，既安全又不让某些人独占好处，一举两得。是不是一举两得？等暴雨过后就知道了。这么大的雨，分流沟会不会把药材全冲没了？会，他们故意分流，就是为了让我捡不到药材，逼我妥协。看到没？我就说分流安全吧，虽然药材少了点儿，但安全第一啊！哎，可惜了，本来能丰收的，为了安全，只能这样了。幸好听了村长和小虎的，不然万一山洪就麻烦了。陈野哥，你真的不管暗沟的事了，任由他们折腾？管，但不是现在。暗沟的药材只是小钱，后山整片山林才是真正的宝簇。他们盯着水坑的一点好处，鼠目寸光。你是想带着大家靠上山采药材挣钱？对，靠天吃饭，不如靠自己双手。暗沟的药材时有时无，但后山的野生药材，只要会认、会采、会晒，源源不断。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这批货品项品质分级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周老板，都是村民们辛苦采、仔细晒的，一分功夫一分货，太难得。野生、干净、无硫，分级标准。城里大药房高端酒楼抢着要，之前说好的价，我再加10%，现款现换，绝不拖欠。小陈说话算话，周老板也敞亮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价钱，今天这日子值了。张婶儿，上等野山参3株，1斤2两，合计3360。谢谢小陈，谢谢周老板，这钱比我儿子在外打工半年挣的还多。李叔，铁皮石斛5斤，合计2250。跟着小陈干，踏实，不压价，不拖欠，不坑人，咱们老百姓就认这个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这么有钱？我没想到他格局这么大，不在乎水坑的小钱，直接带全村开发后山资源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私自改暗沟，本来就是违规的。我去镇上举报他，说他私自开挖山体，破坏生态，非法牟利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谁是陈野？我是。有人举报你私自开挖山体，改变水系，破坏生态，属实吗？各位领导，这是我当初疏导暗沟前提交给镇上的书面申请、施工方案、安全评估报告，所有流程合法合规，审批齐全，绝无私自开挖一说。申请、方案、评估、审批都齐全，合法合规。你什么时候提交的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提交申请，
还需要跟你汇报。现场情况显示，只是轻微疏导浅沟，顺势引流，未开挖深沟，不存在违规行为。举报不实，属于诬告陷害，依法可追究责任。下次再恶意举报，绝不姑息。烧了，全烧了，看你还怎么发财！王小虎，你胆子真大，敢来烧我的收购站！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放开我，别碰我，这是我的事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赌暗沟恶意举报，现在还想放火？王小虎，你一而再再而三挑衅底线，真当我不敢动你？是你逼我的，你抢我们村的好处，把我们逼到绝路。经调查，村民王小虎多次恶意寻衅滋事，诬告陷害他人，涉嫌故意纵火，证据确凿，依法拘留。另外，原村长王长贵纵容亲属滋事，滥用职权，即日起罢免其村长职务，通报全镇。陈野哥，你看现在多好，收购站生意越来越稳，村民们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，添了家电，日子越过越红火了。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没有村民们的勤劳，没有你的帮忙，也没有今天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跟着你，看着大家越来越好，我心里也踏实。小陈儿，林婉姑娘，多亏了你们俩啊！以前我家穷得揭不开锅，现在不仅盖了新房，还给儿子娶了媳妇儿，这日子啊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不说这些客气话。后山是大家的根，好日子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。以后咱们好好守着后山，把药材生意做得更大，让日子越过越富足。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花500块买这破屋，大家都笑你傻，谁也没想到，你不仅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还带着全村都富了。傻人有傻福吧？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争什么抢什么，只是踏踏实实做事，真心待人而已。以后我们就守着这片山，守着村里的人，把收购站办好，把日子过好，一直这样下去吧。好，一直这样下去。